什么？不会的！哎，总裁 ，C 市已经派人来对接价值15亿的项目。千万不要！总裁，只要拿下它，我们就是本市的龙头企业了。15亿，15亿有我老公重要吗？我老公没了，没了！暖暖，这枚戒指是你亲手给我做的，你就是死了也得给我摘下来。欢迎。这样，我就知道你。这样，于是你这样，马上出来一个我想当的人，我现在至今迷不晓，你赶紧救我！宋女士，这是死亡确认书，麻烦你在确认书上签一下字。不可能，我老公没死！我求求你救救他！我有钱，我求求你救救他！我求求。宋女士，你冷静点，你先生确实已经没了，请你节哀。宋女士，节哀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呀，现在只爱工作这个小情人了，也不怕我偷偷的背着你去找别的小情人啊？老婆，你要是再不答应我生宝宝，我就跟别人生了。老婆，你生。老婆，你呀，要是走在我前面，我就找一个比你更年轻漂亮的。你呀，千万别走在我前面啊！宋女士，宋女士。得到的会是节哀。什么？宋女士，是难过，这个是车祸现场遗留的手机，是孤独，还是接着下？车祸时副驾驶有一位孕妇，至今昏迷不醒，我们联系不到她的家人，请您看一看，你认不认识？孕妇，老公车里怎么会有孕妇呢？爸妈就老公这么一个孩子，要是知道老公死了该有多痛苦，我该怎么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啊？老公，你放心，爸妈对我这么好，我一定会把爸妈当亲爸妈来照顾，绝不让爸妈受苦。开心吧！你看啊，这车都压扁了，人肯定都成肉泥了。那个女人死定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原来爸妈以为车里面死的人是我，终于死了，这下他所有的资产就都是我们的了。对呀，这以后再也不用看他脸色了，再也不用讨好他了。这女人，她早就该死了，要不是她，咱们早就一家人团聚了。可不是嘛，哼！妈，你干嘛呀？这是给暖暖准备的，不许你吃。妈，我才是你儿子。
可我更爱我的儿媳呀。哇，来，什么疼爱和真心都是假的，原来你们都只是为了我的财产。这是谁？车祸时副驾驶有一位孕妇，至今昏迷不醒，我们联系不到她的家人，请您看一看，您认不认识？孕妇。儿子，早点把青青接回来。那个不下蛋的老母鸡终于死了，我大孙子终于可以回来了。妈，宋暖真的死了，那以后再也没人能阻挡我和青青在一起，也不能阻挡您抱大孙子了。千真万确，儿子，你尽快带青青回来。妈明儿一早就把那个女人的东西扔出去，好给青青腾地方。妈，您不觉得这样做对宋暖太残忍了吗？儿子，你怎么了？这不是你一直想做的吗？说是我这辈子只爱我一个，原来想着让我早点死，霸占我的财产才是这样。素质你们可真能演。妈，我没事，我们3天后宋暖的葬礼上见。各位亲朋好友，吴期因车祸突然离世，于3日后举行葬礼，弃告。至于爸妈那边，若是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，这群人的好戏可没办法演下去了。妈，对不起，暖暖发生车祸，当场死亡，葬礼在3天后举行，您节哀。爸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不过你们放心，3天后，你们的暖暖会死而复生的。他爹，暖暖死了。啊！死了？那他留下的东西呢？养了他这么大，现在人死了，你可真不能白白给了苏家。哎，你说这好好的葬礼啊，摆这么浪荡的遗照，这一看呐，就不是正经人家出身。你们懂什么？宋暖的尸体被撞得血肉模糊，她生前又那么爱美，摆这种照片算得了什么？暖暖是天底下最好的儿媳妇了，这工作再忙啊，也要给我们准备1日3餐，工资全都交给我们打理，这家务活啊，根本就不用我们操心呐。哎呦，你们可真有福气呀！现在这做儿媳妇的，那可没有宋暖这么乖巧懂事啊。谁说不是呢？宋暖还说了，说我们比他的亲生父母还要亲呢，他的遗产呐，也是要全部留给我们的。这宋暖可真孝顺，死了还惦记着2位公婆。林美玉、苏怀民，就凭你们也想算计我的遗产，怕是打错了算盘。有可能亲爹娘还没死呢，可你还分配他的遗产呢？你算什么东西呀？不是倩倩，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把遗产留给我们是暖暖生前唯一的愿望，你难道想让他死不瞑目吗你？我呸！我还说暖暖唯一的愿望是把遗产都留给我。哎呀，你在抓到葬礼上，你穿我，你是在跟
子你找夏家吧。你太过分了你！谁做的？是我过来的。我女儿在没有嫁给大家之前还好好的，现在呢，是我错啊。我姐为什么会车祸身亡？啊，我看呐，就是你们苏家人贪图他的钱，故意把他撞死的。对，福宝，打死了吧，给您姐姐报仇。你们别胡说八道，你姐是陪人喝酒，酒驾才被撞死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就是。哎，胡说！你还敢污蔑我女儿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手机找儿子来！来手！我还想找苏志阳呢，他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好，他还是一个男人吗？他人死了吗？妈，青青，是他。苏家的，你这什么时候多了个女儿啊？青青，不是让你在家好好养身体吗？可不能让宋暖的煞气冲撞了我金孙呢。没事儿，妈。姐姐的葬礼，我当然是要来庆贺庆贺。庆贺？在葬礼上庆贺什么？你失心疯了吗？真是没有教养！当然是要来庆贺我肚子里的宝宝来继承1000万遗产。妈，是吧？你可说了，这肚子里的孩子可是你们苏家的长孙，宋暖的遗产可都是他的。插足我的婚姻，破坏我的家庭，苏青青，我费尽心思把你从大山里接出来，又苦心资助你10年，你就是这么报复我的钱可不是那么好得的。你这个小三儿，你敢来我女儿的葬礼上耀武扬威，拿我们宋家安海然好欺负吗？这苏志阳这胆儿也太大了啊！在老婆车里跟小三儿在一起苟且，妈真不要脸嘛！是啊，出轨是谁了？看来啊，他们苏家人早就知道苏之阳出轨了，他们一定早就惦记上了宋暖的遗产。我怀疑啊，宋暖就是他们害死的。你们别胡说！你个小三儿，你欺负我！你可敢抢我女儿的遗产？滚出去！大家都看到了啊！老苏家纵容儿子找小三儿、小情人，听说咋的？他有了一个私生子了，根本他就不配继承这个咱们老宋家这个遗产，说啥不给啥。我的金孙李香莲，我孙子要是有一点损伤，你敢承认你们严重，就该去死！妈，别打了。我姐现在已经死了，但是她东西不能便宜买。这事要紧的。既然你有宝贝儿金孙了，那就把我女儿的遗产全交出来，不要再拿我女儿的钱养这个野种！不可能，宋暖就是死也是我苏家人，我们志阳才是第一遗产继承人。你放屁！那苏志阳他妈婚内出轨啊，还有了私生子，按照婚前协议就应该净身出户。妈，离婚！对，离！我们作为直系亲属，有权替我姐签字。离婚，我们是暖暖的亲生父母，就应该替他接管他的东西。妈，东西可不能给他们呀！你也不想看到你的孙子在大山里吃苦吧？青青，你放心，赶紧让之阳去公证局签字，只要签了字，钱就是我们苏家的。志阳哥，你接电话呀！
这么多年，宋暖没给我们苏家留下一儿半女，是他对不起我们苏家，用他的钱养我孙子，天经地义。还有你们，装的母子情深，暗地里早就算计宋暖的遗产了。大家快来看，这个小娘们虎那个女儿怎么公道啊！是啊，你们出轨在先，还想霸占人遗产啊？人娘家人来给死去女儿撑腰，那有何不可？哎，谁说不是呢？哎，对，这是对的。当初你装病，逼得宋暖从清大退学到工地搬砖，他吃不饱穿不暖，你们却拿到他的血汗钱大鱼大肉。要不是我们至阳心善，又给他半块馒头，他早就饿死了。什么亲情、爱情都是假的，假的！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，牺牲品。你臭婊子，你胡说八道！你看我死你的嘴！干什么你？你怎么打我妈？我给我三个放开！你打人你！住手！现在由我来宣读宋总的遗产。宋暖女士如果身亡，所留遗产将全部留给苏之阳、林美玉、苏怀民。贱女人的遗产非我们莫属。以上几人全部无权继承。哎呀！你说什么？你们一家子阿巴种，还想要我女儿的遗产？你们也不撒泼尿照着自己什么德行？对，哎，一分都不给你们留。就不留。妈，爸，你说这我姐留了这么多遗产给咱们呢，咱可怎么花呀？那我算了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的，你花不完呢？我的亲生母亲、父亲和弟弟也无权继承，全部遗产无偿捐献。这么不能这样说吧？这他是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。我什么？你个贱人！这就是你们的好闺女，宁可把权奸了都不给你们，她是要让你们死啊！连死了一场都不给我是吧？好，我他妈让你死的不安生！我一口一口，我把你撕碎，我他妈喂狗！对，喂狗，吃里扒外的贱人！各位是在找我吗？我一口一口，我把你撕碎，我他妈喂狗！各位是在找我吗？不可能啊！啊，那车都压碎了，那人怎么可能还活着啊？难不成是这是活环？啊！你是人是鬼？婆婆，我是人是鬼，我都是你的好儿媳。大人，这贱人死了的晚上，就快让志阳回来，就说他闹鬼了。别打了，他回不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死的是你儿子。想要算计我，也要看你们有没有那个命。哎，这死的真是老苏家儿子！放屁！你儿子才死了呢！不是，你自己看看呗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！死的应该是你，是你毁了我幸福的一家，你还我儿子！婆婆，您刚才还对我母女情深，怎么现在就对我这样了？
我活着难道您不高兴吗？哎，刚刚啊装的那么好，你们一家人呐，就是为了儿媳妇的遗产，真是烂心肝。像这样狼心狗肺的家人，活该遭报应。我儿子就是开他的车出的车祸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你要替志阳养我们，把钱给我拿出来。你儿子为了我姑娘找小三儿，现在死了啊，那是老天有眼，该呀！一只不下蛋的母鸡，不能替我们老苏家开枝散叶。现在又害死了他丈夫，你就应该做牛做马来补偿我们。你干啥你？动静试试。要不是你，我现在已经儿孙满堂，你的钱就该补偿我。对，就是你害死我儿子，拿钱，拿钱。暖暖呐，那苏志尧之前背着你，那孩子都有了，那谁知道他们家安的什么心呢？他们假装对你好，那都图你的遗产呢，你可不能糊涂啊！宋总，您电话。宋女士，车子的调查结果出来了，刹车线是被人为剪断的。证据确凿，刹车线就是你这个小贱人故意剪断的！我要你给我儿子偿命！你说我想让他死，那为什么被剪断刹车线的人是他呀？是你知道，只要没钱加油，自然会开你的车，就是故意的。我故意杀人，那这份保险又是怎么回事？那这份保险又是怎么回事？5亿人用之呀，5000万，5000万！5天前，苏之阳给我买了份巨额保险，为什么那之后，我的刹车线就被人为剪断了？而受益人为什么是苏之阳？好啊，你们！要不说我女儿命大，这遗产和5000万就白白被你们得了。这都是宋暖为了诬陷我们提前准备好的。宋暖，你伪造的证据已经被我毁了，想污蔑我儿子，你做梦！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。哼！停车场里清清楚楚看到，2个人剪断我的刹车线，他们真正想杀的人是我，只是可惜啊。哎呀，这可是故意杀人呐，这是要判刑的。这不可能！如果真的是他们，怎么会开你的车？可能他们就是在帮你修车。是吗？青青？是吗？青青？对，我们只是好心。哎，怪不得他腿瘸了，他真是罪有应得呀！你真是自作孽不可。你儿子要陪着小瘸人去医院死了，他今天让这贱人给偿命，还让我女儿补偿。好吧，这是谁？你看吧。哎，
暖暖，这个小爷种有点眼熟啊，你看是不是你？他就是我当年资助的大学生。哎呀，这就是个白眼狼啊！啊，花着人送暖的钱，还有老公的床，哎呀妈呀，真是个畜生！呸！哎呀，姐，我当初都说让你把钱放我这，你偏不听，你非得资助这个贱人。现在好了，钱没了，老公也没了，你活该嘛！我活该，我活该对你们掏心掏肺，换过来的就是你们要我死。宋暖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是资助了我，但你也是为了满足你上流社会的虚荣心吧？你要是真想花我的话，那为什么不给我一间公司？去！妈，我姐钱只能是我的，你他妈也想得？我姐钱只能是我的，你他妈也想得？你就是个臭鱼烂虾！即使你把公司分给我，那你应该给志阳哥。你整天抛头露面，把他置于何地？不过没关系，我现在已经怀了志阳哥的孩子，依然可以继承你的家产。孩子，一个富不祥的孩子也配惦记我的东西？你们要把我儿子推哪去？你看人动的！苏太太已经签了活化单，现在活化时间到了。爸，拦住他们，不能活化！不是弄儿子，宋暖，我求你，孩子还没出生，你带孩子出生再活化，走！你的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推走！宋暖，孩子还没有认祖归宗，你这样子做对得起志阳哥吗？那你们又对得起我吗？那你们又对得起我吗？妈，既然孩子不能认祖归宗，那我也不配生他，我就让他陪他去找他爸爸吧。姐姐，你想做什么？孩子，都是这个女人，她受不了你。对不起，是妈妈没有保护你。宋暖，你想杀害我孙子，也要看你有没有这本事。DNA 有屁用？我说他是我孙子，他就是我孙子。志阳的遗产都是我孙子的。你不配得到这样的遗产，签了他，净身出户。凭什么？这些年你们吃的、喝的都是我女儿的钱啊！还想把家产留给小别种，儿子我有。姐，你跟苏志阳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不让人白白睡了呀？是吧？管他没有钱，给钱！这遗产我可以不要。宋妈，你疯了！暂时下。宋暖，妈拼死拼活的给你抢遗产，你却不要了，放弃了，你是个蠢货吗？但你们要将公司全部股权归还于我，这公司当年是我一手操办，现在也该物归原主了。哎呀，我父母，哎呀，你要那破公司有啥用啊？他都申请破产了，这一堆烂摊子。妈，生前志阳哥说过，那公司的资金链全断了，现在的债务已经达到5000万。5000万？你听着没？5000万的宋暖！5000万？你听着没？5000万的宋暖！
就是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家庭主妇，你一辈子都还不完。宋总，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苏之阳挪用公款3000万，并以公司的名义借贷了4000万，这些钱已经转到投资人账户。您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，被起诉了。苏志阳，我对你一片真心，换回来的却是你把我置之于死地。你从我手里骗走了，你一定得夺回。叶俊，这破公司你想要就拿去，我还巴不得呢。我的去！不拿钱。青青，只要你安心生下我的宝贝金孙，这所有的钱都是他的。妈，您放心，我向您保证，5个月后您的孙子就出来了。我怎么养你这么个蠢货啊！我怎么养你这么个蠢货啊！你快把钱给我要回来，要回来！别认我这个妈！妈，我在你心里就不如那张破纸吗？破纸？这是你弟的彩礼钱呢，房子是你的婚房，都被你给毁了！哎呀，阿姨，这宋暖又没给苏家添孙子，凭什么给他呀？这房子现在的主人是我。你得意什么呢？我这个你拿来吧你！妈，你怎么是你要杀？哟，这么热闹！你是志阳的朋友？你要是能还上钱的话，我可以治所有人。借款300万？不可能！我儿子可是董事长，他怎么会借钱呢？不可能啊！那你问问你身后那个女人，她可是我们的常客。你胡说！300万，没想到苏志阳这样的大老板也会欠300万。这么多钱，不会是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吧？这村里的第一大学生，还不是有钱有个表白？我儿子可是最有出息的，就你们这群穷山沟沟的，也配是我儿子？哎呀，说的就是你呀！行了，别在我面前演戏了，你们偷拍短剧的，赶紧还钱！我没钱。再说了，我儿子都已经死了，还要什么钱呢？人死债不清，想过王三说的，行了，要是能活着，这钱不用还。我们家没有钱，你找他，他是我儿媳妇，我儿子的遗产都在他那里。哎，苏之阳那傻逼还有这艳福呢？那你说他放着你这样的美娇娘不稀罕，上杆子给这个婊子当冤大头？哼，什么美娇娘，就是个扫把星。我女儿已经净身出户了，哪里还有钱呢？他为遗产继承书被你撕了，既然你闺女拿了我儿子的钱，他就应该替我儿子还债。呸！那是你们活该。好，只要你们证明他的钱都是为我欠的，我可以替你们偿。你结婚5年没有工作，花的都是我儿子的钱。这5年来，苏之阳从来没给我花过1分钱，反倒是我一直在为他兜底，偿还公司的债务。这里记录了所有苏之阳的支出。够了，都是以前的事情了，还提起来干什么？
王哥，你听见了是不是？他们还欠我女儿的钱呢。你说这两个老东西肯定有钱。哎呀，行，我没时间看你们在这演什么伦理大戏啊！再不还钱，拿你们身上零件抵啊！哎呀，儿子呀，快睁开眼睛看看你娶这个毒妇吧！他现在要害死你爹娘啊！你儿子已经没了，你要再哭下去，就真的要跟他团圆了。你肯帮我还债？但我可以帮你找到钱。他脖子上那条项链是苏之阳给他买的，价值20万，你们可以用来抵债。妈，青青啊，只要你生下我的金孙，妈妈再给你买。可眼下，你总不能看着爸妈去送死吧？你总不能看着爸妈去送死吧？给你。但是这还远远不到300万。青青名下还有一套恒源别墅，2辆奔驰迈巴赫，总价值250万。不行，这都是我的，不能给你。苏之阳在婚内期间给你所有的花销，都是我们夫妻共有财产，我有权追回。要不是为了房子，我怎么会费尽心思勾搭苏之阳？绝不能让这人拿走。爸妈，这房子是之阳给孩子最后的东西了，而且你也不能看您的孙子刚出生就睡大街吧？不是我不想给，只是之阳把那房本放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宋总，在我这儿。怎么会在你手里？钱我帮你们找到了，至于你们能不能拿到，就靠你们自己了。还得选了，是还钱还是偿命啊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你们的孙子，可不是苏之阳的。什么？妈，我只有这样这一个男人，送的那是挑拨离间，是吗？可是苏之阳他患有无精症。这5年来，你处处嫌我女儿不能生，原来不能生的是你儿子，我该你断子绝孙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跑了！小贱人啊，都是你骗我儿子欠下300万债务，你想拿钱一走了之，妹妹，让你下去陪我儿子！哎，我没有，这夫妻共同财产，那我姐的房子得有我的一份儿啊！小贱人，都是你的错！把房本给我，把房本给我！你看，反正你们苏家都要断子绝孙了，要不然这样，你们把所有钱都给我，兴许啊，我在我的住宅里头给你们安个狗窝。我的头！哎，你可别碰瓷儿啊！我就寻思碰你一下，要怪就怪你这个野种啊，还不经碰，你怪不得。就是我的孩子，他真的是你的大孙子，你不能再这么救我！一个富不祥的野种，还想带到苏家，没了正好。怎么办？我错了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们！送他去医院。女人呐，果然是容易信任。
你们两个老家伙呢，真应该庆幸一下，你们身上这个零件还能值点钱。不要！那是杀人，是犯法的，犯法的！老家伙，你他妈是我！来人，带走！来，记住了啊，别弄死了，这弄死了就不值钱了。宋大，看在我是你婆婆的份上，你帮我给钱，你帮帮我吧。妈，该帮的我都帮了，剩下的你就自求多福吧。孙婉，我儿子可是替你死的，你不能不救我们的。苏志阳那是恶有恶报，你们就该为他偿还报应。宋大，你不能好死！你这个毒妇！你这个毒妇！拜，俩老婆死的，照样赔钱。哎呀，哎，哪个不想活的要我？王哥，你刚才那俩老东西不能拿器官卖钱了吗？你说想要这房子，他们俩那10个肾都不够用的，要2条。可这房子买的时候，这妈，王哥，他有钱，让他给，他有钱。想好了随时找我，缺钱也可以找我。上！宋暖，他妈一个房子你都留不住，你以后老了，谁知道我收留你？宋暖，出嫁的姑娘还真是泼出去的水，就是个白眼狼。白眼狼，他宋福宝的车子、房子都是我买的，就连生活费都是我给的，那不是你当姐姐应该的吗？你这女人呢，就应该为男人铺路。铺路。他一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，只会啃老。我啃老不都是你逼的吗？要不是当初你拦着我做生意，我现在早他妈成千万富翁了。白日做梦，赌博也叫生意？你，爸爸，你在干什么？爸爸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一个小三儿，你敢打我？我弄花你的脸，看你还怎么跟你男人！宋暖，你让他们砸下也不会死。我告诉你，你们要受到什么惊吓，我他妈拧断你胳膊！宋暖，宋暖不是死了吗？死的是她老公。什么？那遗产呢？我们的房子呢？房子让那个贱人拿去抵债了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一定会让他一会给咱们买一套。我现在就要房子，没有房子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。文文，阿姨答应给你房子，就一定不会食言的。哎，以后就别再说不结婚这种话了。那彩礼呢？50万现金，1分都不能少。这文文，这家里现在这拿不出这么多钱啊。你家拿不出来，那宋暖总有吧？她老公的赔偿金可不少呢。姐，那个房子的事儿，我现在是不怪你了。那个等日后啊，你多补偿就行。那今天能不能拿50万给文文拿当彩礼？那今天能不能拿50万给文文拿当彩礼？50万？你还真好意思开口？没钱，要钱自己赚，赚不到彩礼就别结了。宋福宝，我是因为你爱我才会同意结婚的，没想到区区50万你姐都不肯拿。
多去找人。哎，别问了，我马上让。哎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银行账户密码，宋福宝，我是你姐。从你18岁开始，我就赚生活费养你，我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到最后就养了你这么个忘恩负义的小人。别他妈背我，密码！姐姐，快说呀！住手！住手！宋总，我们去医院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芊芊怎么样了？他孩子没能保住，能在医院手术呢。不过宋总，光耀集团的董事长陈景辉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了，并且愿意投资10亿。不过，他想和您见一面。光耀集团，陈景辉，他不是全国首富吗？他那这是豪门。你个傻子！你姐要是搭上了光耀集团，咱们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。啊，姐，你手还疼吗？嗨，那个，刚才是我太激动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吧。说吧，你想从我这里拿到什么？说吧，你想从我这里拿到什么？嗨，你这话说的，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咱们是一家人。这样，你这公司也好起来了，你把我安排这个副总当的，我保证，我一旦当上副总，这公司啊，马上更上一层楼。你做梦！副总怎么了？人家把整个公司的地现在立马给。对，你妈说的对。暖暖啊，你呢？你女孩家呀，在这个抛头露面，这不好，是不是？你把你的公司给你弟弟，哎，完了你就在家安安心心的照顾我们2口，哎，这不挺好吗？你一家人还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。到现在，你们有人关心过宋总一句吗？不是管他要钱就要房的。到现在为止，你们还要把他最后一层皮扒干净吗？不是你个狗腿子，你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打死你！我爸妈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们。从今往后，我会给你们养老费，但其余的1分都没有。而且车子和房子必须还给我。这老娘啊，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不就是让你养老的吗？你想不要？是不是？好啊，明天我就去你们公司闹。不是，随便你们，我们走。姐，我呢？这个死丫头，连我电话都拉黑了。我现在就去到公司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个白眼狼。哎妈，这要是公司搅黄了，我还咋当总裁呀？那要是小蹄子逍遥快活，我们一家人吃糠咽菜吗？一不做二不休，他要是不认咱们这个亲人，咱们也没有他这个亲人，直接把他卖到大山里。他要是不认咱们这个亲人，咱们也没有他这个亲人，直接把他卖到大山里。文文，你不是有一个表哥在大山里？是，虽然我表哥腿又瘸又穷点，但是好在能吃苦。就是不知道大姐能不能瞧得上。哎呀，文文呐，他这个2通科夫的，你说能有人要就不错了。文文呐，这件事儿，阿姨呀是拜托你了。阿姨说的哪里的话呀？虽然大姐不懂事，但是我和福宝可见不得您和叔叔受委屈。你看，宋暖又有一半，这文文这么贴心，我就知足了。红烧羊排，你们甚至都不知道我对羊肉过敏。
大姐回来了。哎，姐，爸妈和福宝回老屋拿房本去了，让我在家先陪陪你。姐，之前都是我不对，这样，我先敬你一杯。大姐。这酒也喝了，房本什么时候？我没有结束。这房本啊，你是拿不回去的，就连你也回不去了，就连你也回不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放心吧，妈，这文文都给我发消息了，那能有假吗？他这亲眼看成就是亲人了。文呢？妈，那这种事怎么能让文文在场？送暖送暖，你就等着跟瘸子过一辈子。送暖。赵文文，你他妈背叛我！我他妈冷静啊！你个贱人！这事情成了吗？啊！送暖呢？你早就和这个瘸子好了，你早就和这个瘸子好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好，宋兰，明明是你喝了那杯酒，为什么我？不好意思啊，姐妹，我筷子掉了，能帮我换一下？这酒也喝了，房本什么时候给我？我没有闲心跟你聊天。这房本啊，我是拿不回去了。这房本啊，我是拿不回去了，就连你也回不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贱人，都是你害的我！爸妈，你们就是这么给我道歉的吗？那瘸子谈个媳妇呢，我们啊是不忍心看你孤独终老，不都是为你好吗？为我好，为我好就是抢我的公司，抢我的房子，现在还要把我嫁给大山里的瘸子。我就一句话，松子，你要是痛痛快快交出公司，我兴许在家留你做个佣人。这一切都是你他妈自找的。孙子，你也别怪妈心狠，自古养儿防老。你这闺女，你这哪能比儿子重要？你受点委屈怎么了？你受点委屈怎么了？那何况啊，那你说他就这丑点，不能让我对媳妇好了呢。心疼媳妇儿哈。对，暖暖啊，你爸让你给这瘸子生个儿子，
我保证他对你更好，对不对呀？我是人，我不是你们随随便便就能卖掉的畜生。宋子，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你要是帮我，我还把你当人；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给畜生放在心上。今天你嫁人家，你也他妈得嫁！别过来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们要是敢过来，相信我会一定。不报，不能让他报警。这看我报警有没有用？再放我！张瘸子，想要自己辈儿，断了！好嘞，别碰！动没动？李香菱、宋国康涉嫌人口买卖，现在回去跟我接受调查，带走。慢着，我在这。这我们的张瘸子，半年前诈骗巨额彩礼500万，事后把受害人诈骗到大山里的是你们两个吧？证据越早还不承认，带走。张凡，你他妈就是个贱人！这才是你的骗我狗仔啊！你个偷诈骗犯！你是得给他20万彩礼的，20万彩礼的！你老实点，调查结果出来会告诉你的。张凡，我一定让你死得很难看！我一定让你死得很难看！带走，带走！大家快来看啊！大家快来看评论里，宋氏集团的宋暖、宋总如今发达了啊，又不是自己的穷苦爹娘了！哎呀妈，哎呀，他们宋暖这么不道德，果然有钱人呐！哼，还不嫌假品的？哎，说话不说，真不属于养老费我已经按照法律规定给你们了，你们还来闹什么？你自己开豪车住豪宅，1个月是怎么5千？我告谁的呀？什么？啊！还有，你现在签谅解书，帮你弟弟出来。不可能！他当初想害死我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一天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，哎呦，宋管，吃弟弟了，这吃弟还是吃弟弟？哎呦，吃弟弟了！看清了，是宋福宝伙同诈骗犯，要将自己的亲姐姐拐卖到大山，被发现后还要杀死亲姐姐，这种人是就被原谅吗？就是说这事情有反转，他这不是人贩子吗？人贩子该死你啊！你该死你啊！去咱们来这儿闹事！我就不给那个女孩不能好死你！我不气呀！我就给你飞走！近日，警察抓获一伙人贩子，该伙人是一群训练有素的人。宋总，赵文文和张瘸子都是王哥手下诈骗犯。当时他们带走林美玉和苏慧敏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很快报了警，但他们行动太快了。警察找到两个人的时候，2个人已经不行了。至于青青，至今毫无消息。他们也算是恶有恶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宋总刚刚跑过去个乞丐，臭乞丐，臭乞丐，打你！干嘛呢？乞丐！这怎么回事？宋福宝出狱以后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并且又染上了赌博，您给您父母的养老费也都被他拿走了。后来，您父亲和母亲都被他硬生生打傻了。宋福宝呢？前不久，您母亲不小心点燃了被子，宋福宝和您父亲都被烧死了，只剩下他。把他送到疗养院吧。
我不想再看到他。是。 후회 없이 사랑했던